好的，我是王炯，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红魔刚刚发布的 8S Pro 还有 8S Pro Plus 这两台手机，依然将游戏进行到底。包装跟之前一样，侧边也是这种漫画的设计。80瓦 C 口的充电头，双 C 的数据线。主角 8S Pro Plus， 哦，这是一个银色的版本，我喜欢。这个充电器明显大一圈啊，165瓦的 C 口充电头，也是双 C 的数据线。这两台的区别其实跟前代基本上差不多的，主要是电池和充电方面啊。这个一个是5000毫安时加上165瓦，充电更快，电池稍微小一点；一个是6000毫安时加上80瓦的充电。然后就是内存方面 ，Pro 这边呢是8G 起步，但是它主销其实都是12G 的。然后 Pro Plus 这边呢起步就是16GB， 而且这红魔的小伙伴还特意告诉我啊，他们后面好像是要出一个24G 的版本，24G 啊，太吓人了。外观 ID 方面，黑银两个配色，如果猛的一看的话啊，颜色相同的话是看不出来什么区别的。他们这次最重要的一个升级就是积雪版的骁龙8 Gen 2。这个之前在我们频道里边其实出现过一次，是三星的 S23 Ultra， 但是啊，三星的调教大家都知道一直是保守向的，所以我们格外期待红魔是怎么做的啊。这次外观大的风格上没改，但是它的这块背板，红魔的小伙伴跟我说它是玻璃金属材质，其实它是一个玻璃材质，但是呢，它极力的给你营造了金属的质感。然后这两台的后背呢，都做了这种圆形轨道纹的设计。它圆心的地方其实就是它风扇的这个位置啊，从侧边你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这是我们之前8 Pro 加的透明版，这次也有这个透明的版本啊，但是涂装上面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有些小伙伴可能会觉得这种黑银的配色没有背透，但其实它这个灯的位置，这两台也是有背透灯光效果的啊。镜头模组呢也非常简洁，我称之为平地起高楼啊，这什么装饰元素没有啊，直接就凸出来。其他机器我们现在已经很少讲中框了，但是这台的元素是相当多的。首先最明显的就是它有2肩键，然后还有它的电竞按键，然后还有出风口的这个位置双向是打通的，还有电源按键。然后顶部也保留了3.5毫米耳机孔，大家把外星科技3个字可以打在公屏上。然后顶部和底部是错位的扬声器，一个1115K，一个1216。OK， 转到正面就是很多小伙伴们调侃的来源啊，这个红魔做米粉心中最酷的 Mix， 不是在跟我抢卖点吗？有本事你拿！非常完整的一块屏幕，然后屏下镜头这个技术呢已经是很成熟了，在这块上面浅色界面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浅蓝色，你隐隐的能够看到有一个小小的圆圈，但是真的已经非常不明显了。在深色界面下也是隐藏的非常好，纯白的界面下也是非常浅的一个小圈啊，就是我告诉你，你可能会注意一下，如果我不告诉你，你可能就注意不到了。然后边框上面也做到了2边等宽，就是顶部和2侧都做得非常窄，然后下巴稍微宽那么一点点，是960赫兹的主攻采样率，120赫兹的这块屏幕。当然屏下镜头还是有一点要提醒，就是这个自拍，我觉得都关注红魔了，应该很少有人在意自拍这个事儿啊，毕竟屏下镜头嘛，这效果上肯定会受到一些影响，你能比较明显的感觉到它是这个后期合成的，会有这个网杀的这种效应。积雪版的8 Gen 2它就是超大核，从之前的3.2G 赫兹，然后升级到了3.36G 赫兹，往上拔高了一些。然后就是 GPU 方面，从之前的680兆赫兹提升到了719。小白测评数据库实测走起。先来看一下大家最关心的8 Gen 2高频版的能效表现啊，这 CPU 超大核 SPEC 2006整数测试啊，我们数据库引用的这个标准 3.36G 赫兹 X3 相比于之前的 3.19G 赫兹啊，频率提升了约 5%， 得分 62.39， 相比于之前提升差不多也是 5%， 功耗呢来到了 4.89 瓦，相比于之前的 3.7 瓦提升了约 31.8% 的功耗。看来对于 X3 这个核心啊，这个频率已经到了功耗拐点。GPU 部分从680提升到了719，约 5%。阿斯特克 1440P 啊，跑到了72 FPS， 同样提升了约 5%， 功耗 7.4 瓦。这个体质有点好啊，和之前的680赫兹几乎相同的功耗，在曲线上的这一点能效要好一些。曼哈顿 3.1 啊，跑了232 FPS， 功耗却只有 7.29 瓦，依旧和680兆赫兹的 7.3 相同，在曲线上这一点也是稍微在8 Gen 2标准版的上面。简单总结啊，高频版的8 Gen 2 CPU 超大核，用功耗
代价换来了5%的性能提升 ，GPU 则是相同的功耗提升了5%的性能，但不排除体质差异的影响。等后续能 root 了之后，我们再为大家测出来数据库完整的能效曲线。极限跑分我们也简单看了一下，鱼骆驼 V10跑了167万是我们测过的最高的大家把高这个字给打在公屏上，比标准版的8.2和9200 Plus 要高了4到5万分。Geekbench 6.1单核2130，多核5827，在安卓阵营又是最高，和其他几款差距不大。3D Mark Wildlife 离屏测试峰值14784分，没有天玑9200 Plus 那么高，但稳定性直接来到了99.8%，要好于叉90 S 的74.1%。跑分这么激进，来看一下实测王者象征性的我们跑了一下120.7满帧，这功耗4.2瓦，几台机器都能跑满开了风扇就不看功耗了直接来看温度表现，38.4摄氏度，属于是微微温热的级别体感上比其他机器要舒适一些。原神也不例外直接60帧干满波动只有2.6，还得是游戏手机，在跑图过程中，即便是高负载场景也没有出现掉帧的情况，其他3台手机都只有58帧，就像高考一样，从300到350可能会容易一些，但是从680到700那往往是不容易的。帧率也是如此，温度44.1，也是全场最低。前面2款游戏没什么压力，直接搬出我们数据库超高负载的星铁，在之前测试的10几台机器中全军覆没帧率曲线全都不好看甚至有的8.2只跑了约40帧。红魔的表现如何呢？321。我靠，这个测完了真的，我发出了我靠这句话除了场景加载的小调之外，整个过程丝滑流畅大家一定要把丝滑2个字打在公屏上。全程几乎一条直线，平均帧率来到了60.1帧直接干满波动仅有3.3，而且全程没有降亮度是我们测过的第一台能够征服星铁的手机。大家再把丝滑2个字打在公屏上。但是别激动，它的功耗也达到了9.3瓦，性能确实非常激进。查看调度表现，超大核和大核几乎全程都在2.3G 左右没有锁屏的情况出现。能效最拉的小核几乎没怎么调用，即使有风扇，这 CPU 核心也到了80多度，即时温度也很高了。测试过程中最高温度到了51综合看，红魔 8S Pro Plus 是我们测过的性能释放可以说最猛的手机了直接征服了星铁。当然代价就是温度和功耗不过这是游戏手机嘛，对吧那就是要干到极致我觉得这个调教是没啥问题的。游戏这么顶，不整点活对不起他了我们通过特殊方法直接把 8S Pro 上的星铁提升到了1116P 分辨率，和屏幕分辨率对齐了比常规的760P 提升了约2倍的渲染压力。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画面然后在长乐天广场循环10分钟，好家伙 ，GPU 频率全程680到719兆赫兹，占用率可以看这个图接近100%在这种变态的压力下，红魔几乎榨干了这颗积雪版8.2的 GPU 性能，平均帧率约45帧。你听这数字好像不是很高但是这种几乎2倍的数据库标准的极限压力测试，红魔甚至比某些用数据库标准的8.2机型表现都要好。这个性能释放确实很顶了。当然也得益于红魔的风扇加 VC 加屏下石墨烯等等散热组合成了魔冷散热系统也让整机厚度来到了8.9毫米，重是230克。但你看完了它这套硬件配置还有它的性能释放之后觉得这控制还算是 OK 的。性能这么激进，续航怎么样这次我们专门测的是 Pro Plus 5000毫安时的这个版本这个实测3小时轻度续航测试胜于61%数据库排名中等；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胜于4%；极限续航测试这台机器总共坚持了5小时15分钟。测试过程中这风扇也一直在转，而且前面这游戏情况你也看到了，性能释放确实相当激进，体验也是丝滑流畅，所以在游戏环节的耗电是有点多的是在我们意料之中。Pro Plus 依旧是165瓦的充电，数据库标准环境下实测5分钟充入47%，前台100%，仅需14分20秒就完成了相当的快，完全充满用时18分54秒。数据库20稳硬2轮打开，16GB 的版本用时111秒，零杀后台。测试过程中也出现预加载的情况。软件部分，比如说红魔的游戏侧边栏，无论是小到界面，大到功能，都充满了浓浓的电竞味儿。再结合手机边框实体一键进入电竞空间，给人的感受就是这就是一台游戏机。从侧边栏来看，各种辅助功能，比如说倒计时可以方便的知道敌人的大招明刀或者复活甲的冷却时间。红魔机也比较有意思，可以在你击杀的时候给予鼓励。人家不是故意的，手榴弹就在我身边。
还有一个小点啊，就是充电分离的功能，在连接充电器时无需为电池充电，直接通过充电器为手机供电，降低发热。一句话总结就是极致啊，再极致的游戏体验。影像部分自然不是这台手机的重点啊，我们也简单拍了一些啊，和当时的红魔8 Pro 差不太多啊。iQOO11同款的 Gen5在白天光线充足的场景下，调教和其他2台安卓基本一样啊，色彩偏鲜明欢快，比较适合直接发朋友圈分享。不过乍一看可能鲜明讨喜，但是看多了又总觉得没有那么耐看。夜景方面其实表现还行，比如说这组观感还不错，也自动触发了夜景模式，整体曝光比苹果还要高一些。总的来说，红魔这颗主摄这底毕竟摆在那儿嘛啊，基础素质还算 OK 啊，但在部分场景中呢，白平衡还是稍有不准的情况。作为游戏手机，我觉得可以再极致一点啊，就是我不要那么大的底啊，也不要超广角和微距这类使用率非常低的镜头，直接给我一个小一点底的主摄，然后把背部做平，这样无论是颜值还是握持体验上呢，真的会再上一个台阶儿。同意这种建议的小伙伴可以扣波1啊，咱们看看有多少。其他细节配置方面呢，比如说双 X 轴震动马达、双扬声器啊，这些啊游戏手机嘛，肯定都得上，跟前代差别就不大了。红魔这台机器呢，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指向性非常强的机型啊，我觉得方方面面吧啊，大家可以把满这个字打在公屏上，从屏幕到配置到性能的调教，然后到它各种模式，到它整个为你游戏方面的这个服务啊，真的已经是能给你的不能给你的也都给你了啊。当然作为这种定位的机器的话呢，肯定也有它自己的这个局限性，就比如说这个外观 ID， 很多人觉得哇这个一个大板砖是吧啊，但是喜欢的人这钢铁直男就会觉得哇这是男生的浪漫，这种方方正正的。然后还有就是这种非常锐利的边角，它肯定会有一些顶手的情况。OK， 满分10分的话，这次的8S Pro 系列你给几分？欢迎大家评论弹幕一下。OK， 本期视频出现的所有实测数据，我们都已经第一时间更新到了小白410数据库小程序，你可以随时随地免费查看。哇，这台机器估计又是长期霸榜的存在了。更多内容和精彩，大家可以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410，我个人的体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